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的真爱已经来到了你们的身边吗？那么你的真爱的话，究竟是新认识的人，还是曾经所认识的人呢？以及在何时会相遇，在什么样的场合上，你们也会再次遇到的彼此，以及你们坠入爱河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最左边第一组星星牌，中间第2组恋人牌，右边第3组恶魔牌。接上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按暂停。那我们开始今天大众占卜的解说咯。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星星牌组的朋友，透过塔罗牌中，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其实你们会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注定会与某一个人相遇，又或者是在你们心里面一直会有默默的感觉到，仿佛你在等待着一个人出现，又或者是你在等待着你的真爱何时可以到来。当你来到这世界上，当你有着意识的时候，其实在你心中就已经渐渐的感受得到，甚至有时候你会仿佛好像听到有一种另外一半在跟你说话的声音，或者说另外一半它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你会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注定要坠入一场爱河，注定要遇到某一个人，就是仿佛两人之间是有如心电感应或者是心灵相通的感觉。即使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或者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也不晓得会在什么样的地方相遇，但是在你心里面的话，就确实会感觉得到，对，我就要遇见他，对，我就在等着一个真正适合的人，真正对的人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当你在面对爱情的时候，其实你每一次都很珍惜每一段感情，但是在你心里面就会知道，目前这个人或许并不是你正在寻找的那一个人，又或者是你其实心里也是有一部分的话是并不会随便坠入一段爱情的关系里面，就是说你们本身的个性，或者说在面对于感情的话，你们是属于这种宁缺毋滥型的。所以就算有人不断的对你们付出好感，或者是有的人总是会对你们产生想要去诱惑你们，或者是去魅惑你们，又或是想要去吸引你们，主动努力追求你们，其实你们都是一个不容易所动，或者是你们就算真的愿意接受对方，你只是会想着说可以试试看，但是如果真的要让你去爱上对方，或是说真的要让你去喜欢上那个人的话，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或者是比较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这个人的话，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你其实在每一次都是不仅很珍惜之外，你也是脾气越来越好。那在爱情里面的话，总是会有很多的人一直想要去踩到你的底线，或者是好像总是在试探你，或者是说对方总是会对你情绪勒索，会希望你可以做更多。每一次他们就是你有多在乎他们的这样的，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测验，或者说这样的行为，或者是会对你有一些情绪上的勒索，但你每次都会是想要努力去符合对方的心情，或者是你为了想要不要让自己就是被对方给唾弃，或者是你希望可以好好经营每一段关系。其实你在面对关系之中的话，你每次都是非常的认真，非常负责，你也非常的用力。你在对于对方，你都会想办法说要去好好照顾每一段关系。可是在一直以来的关系里面的话，其实你终是没有办法获得到你自己真正所爱的人。所以其实选到这组的人，有一部分的人的话，你们应该是跟对方，你可能没有到非常喜欢他，就觉得他还不错，然后尝试着交往看看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真正你喜欢上的人，或者说一直来你可能非常有感觉的那些的对象，其实你们反而不容易，或者是很难可以在一起，或者甚至有人在一起的话，也没办法在一起的很长久。所以在爱情对你们来说，其实现在你们心中会渴望爱，心中会希望可以遇到你们喜欢的爱情，或者是你们喜欢的对象，或者是你们非常渴望可以再一次的坠入
爱河，可以再次感受到爱与被爱的感受到底是什么。可是仿佛就是时间在捉弄人，或者是上帝他就是在考验你，在面对说爱情中的感情。所以每一次的经历的在一起啊，或者是分开，又或者是你喜欢上别人之后，对方一直不断拒绝你，其实这样子一直来来回回的每次的经历都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痛苦，或者你会总是慢慢的对说爱情，其实你心中虽然是很相信爱情，或者说你很渴望爱，但是你开始会不太愿意想要去投入一段关系。你会希望说接下来的每一次你投入关系的话，是非常确定你在这份爱里面是可以得到幸福，或者是得到快乐。如果是没有办法得到你所想要的话，那么你干脆宁可是自己一个人。就算身边很多人总是会帮你介绍对象，又或者是有人想要推荐你更适合你的人，或者是条件还不错的人，但你也不想要去随意的接受他们，因为你其实在谈感情，或者说在面对于爱情这个部分的话，你其实真的已经累了。你非常希望说自己是能够遇到一个真正懂你的人，或者是真正那种心里面会感受到爱的人。其实在爱情里面的话，你们总是很卑微，或者是说你们其实总是为了爱付出了太多。那或许在现在很多人眼里，你好像反而有点玩世不恭，或者说你总是静不下来，又或者很多人会认为你是不是一个对说爱情是比较不负责任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你曾经在过往你经历了多少，又或者是你曾经在为了爱情你付出了多少。那你只是现在不容易交出一个爱情的承诺，但你也不会轻易的跟别人有一些暧昧的情愫，你只是希望每段感情先让你能够有确保、有确认的心情，才会想要去真正的给予对方责任，或者说给予对方承诺，但是身边的人却无法理解，所以你其实现在心里很难过，说对方或是说大家都没办法相信你，或者说总是会误会你，但你也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你其实心里就是真正在等待一个真正只属于你的人。好，那这句话如果说，以上的讯息的话，让你觉得有所感触，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其实，在爱情里面的话呢，在你们这份真爱里面，其实你们终有一天会遇到一个真正适合你们的人，真正爱你们，你们也爱他的人。那其实，在你们未来的爱情的这条路上面的话，你的真爱会是一个你目前都还不认识的一个人。其实那个人他会还蛮特别的，他会在你最不想谈恋爱，又或者是你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你是没有想要去了解到，或者是你可能还不会想要马上投入一段关系的时候，其实对方就会默默的来到你们的身边，他就会待在你们身边，然后去慢慢的了解你们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个人当他来到你们身边的时候，你会马上就知道说，诶，就是这个人。甚至有一部分的人的话，或许当你开始接触到对方的时候，你会对他有一点排斥，或者是你是在因为最不想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谈恋爱很麻烦，你反而对他感觉就不会到说有一种好像遇到真爱的感觉，你只是会觉得好像跟这个人接下来的关系会还不错，或者说会有一个意外的发展，你只会有这种所谓的直觉。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某件事情要发生，可是在以眼前的当下又会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直觉就反而告诉你说接下来就是会发生某件事情，但是后面就真的发生了。所以你们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遇，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关系，就会是如同像这样子，是有那种直觉或者说内心这种声音在告诉你们，但是你们其实有点不太愿意相信。那其实在那个当下，因为你已经对于说遇到爱情，或者说一定要谈恋爱这件事情，你已经其实心中很麻痹了，或者是你其实未必呢是一定要真正有爱，其实你更多在乎的那种当下是你能不能拥有你所想要的一切，或者是说你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把握的幸福？那你更多可能会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们自己身上，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你会容易的去开始会有一点故意的逃避，其实并不是说你不想要爱，只是因为你在等着那个真正适合你的人出现，因为你现在是属于一个宁缺毋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当你遇到那个人的时候，其实你会不知道，你可能会有那种新的感觉，但是你真的不会知道说那个人就是对的人，反而你会认为说可能会
要透过时间或者是相处过后，你可能才会知道。那这人的话，他本身会跟你以往所认识的类型跟条件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会跟你原本所认知可能会在一起的对象，或者说你心中真正所想要那个条件的类型的人，无论是年纪背景，或者是他的经济的状况，或是他的个性，或者是他的长相、他的身材，或者是他的性别，或者是他的国家跟种族，都会跟你原本所认知的其实都会有一个还蛮大的落差。那在对你当下，其实一开始你可能会有一点排斥，但是在随着时间相处渐渐久之后，通常会是你们俩之间会不知不觉的越来越靠近，然后两个人之间呢会越来越有那种熟悉的感觉。那对方对待你的时候，他其实也本身或许并不会有太多明显的感触，他只会觉得你很熟悉，有一种好像一见如故，又或者说好像在哪里曾经见过，就是他也会不自觉去信任你们。那你们俩之间其实在相处的过程中也会能一拍即合，所以在那一拍即合之下，你也不太会去相信对方，或者说你其实也不太敢直接的去认知到说，其实那个人就是你一直在等待那个真爱的对象。所以似乎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其实你们只要顺其自然之后，慢慢的去靠近他，那时间跟相处的过程中就会去验证，或者会去印证你们究竟这段关系，这个人究竟是不是你的真爱，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是不是能够接受得起这样的一个考验。只是在这段关系在经营的过程中，一刚开始两人之间一定会比较少联系，或者是说好像仿佛没有什么样的感觉，甚至会认为说应该当初是你想错了，或是你的感觉错了，第一次有那种雷达失灵的感觉。但殊不知在随着时间慢慢久了之后，就会开始有点验证，就是其实这个人是你的真爱。所以因此会建议说，当你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们可以再来做这一次的这个占卜的测验，你们会感觉到说，或许就是这个人，就是你的直觉、你的感觉，其实告诉你都是对的，只是这个会非常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想这组的你们，其实你们之间缘分是还蛮深的，那也是因为你们之前所碰到的感情，无论是单身、单恋总是失败，还是说是交往然后也不断的分手，其实就是因为宇宙是要让你们能够遇见真爱之前，能够把握住得到它，所以先让你们在前面先遇到错的人，让你们去学习如何去把握爱情，或者说如何去经营所谓爱情中的一个道理跟理念。所以你们回想起来可以知道说，在每一次经过失败的恋爱的过程中，其实你们都有慢慢的在成长。这就是在宇宙想要告诉你们的这个讯息，所想引导你们赶快遇到真爱，你们遇到真爱之后，能够马上的把握住一个正确的人。要不然如果说真爱来到你们身边，那你们可能还没有把课题学习好的话，那或许这个人也很容易就从你们身边离开，这样就会还蛮可惜的。好，那么就往下看，接下来你们的真爱会在何时在哪里会坠入爱河呢？在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接下来的话，你们在遇到真爱的时候，通常呢，在这个所谓的场景，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域，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个场地的话，雅妍会认为在透过一个雷诺曼的讯息之中的话，首先第一个，你们可能会是在公家机关，或者是在机场，又或者是在例如说像是百货公司，或者有的人好像也可能会在警察局，或者是说公益团体的他们的办公室，还有花店、宠物店，以及还有一些的展览馆，还有学校、补习班，以及商业大楼、法院，然后会议室，还有面试的时候，以及办公室会跟原本商业大楼可能会有点像，不过办公室会在更加的局内，因为办公室有可能会在别人的或是在高层的，就是说那种专门是在谈会议或者是在那边签合约的这个地方的话，就会容易的遇到一个所谓你真爱的对象。那通常其实在你们遇到那个真爱的场景的时候呢，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你们是要签某一种的合约，那当这种合约在签下去的时候，你们会是带着一个有点期待的心情，也没有到完全期待，而是有一点期待，就是会有一种新鲜感的感觉，好像会有一个跟你以往不一样的一个规划，或者说不一样的行程，不一样的计划来到你们生命之中，让你们呢会好像仿佛就说你们想要去尝试看看。
那当你们可能想去做这些事情，或者说在那个当下的话，有时候身边会蛮欢乐的，或者说会有很多的人群在附近。所以，虽然如果说像是会议室，有可能在会议室的外面有很多的人在上班啊，或者说很多人可能刚好在开 party、开派对、开聚会，或者说刚好在讨论某些比较欢乐、开心的事情的话，也是会容易去吸引到的。那我刚刚有提到有一些可能比较层级的一些的场域，例如说像是法院，法院通常就会是在他们的办公室的附近。或者是当你们必须要做点什么的时候，那你就可能会遇到那个人。那个人的话，通常是比较不会去吸引的，或是说会容易有别人来引荐，让你们俩之间相遇。那其实在，这个所谓真爱来到你们身边的时候呢，那当你们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当下会觉得，哎有跟这个人的你对这个人有点默默的熟悉的感觉，或者好像仿佛在哪边见过，所以在谈的时候会容易呢促成一段的缘分。那这缘分的时候，通常是你们会被约束一起去做某一件事情，或者说约束在共同的一个场合里面，然后大概是多久时间会来到这个地方一起去做某一件事，又或者说我们俩之间会约好，或是跟别人一起约好去哪些地方，那就是固定时间的话，会把你们俩之间绑在一起。那在渐渐随着时间的堆叠，或者说两之间慢慢的这种相处的当下，开始两之间会有越来越的有那种亲和力的感觉，或者是说两人之间开始越来越更加的靠近，所以反而会让两个人之间越来越有很多的话可以谈啊，你跟他之间也开始变得像是好朋友一样。所以呢，在这段关系之中，在随着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坚固的那种当下，或是那个之后，其实你们就开始会单独出去啊，或者是会一起去看电影，或者是一起去看展览。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在碰面的时候，或者说要一起约出去的时候，其实比较难可以一起去单独约到外面。如果说真的要单独相处，比较多是在室内。外面的话，通常是会是大家一起，或者说你们可能必须要一起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特别有那种像是任务类型的，或者说一起去买东西，或者说要去找个什么东西，或是说可能要参加别人的活动才会一起单独出去。但是这单独是只有在过程而已，到目的地的时候还是会大家在一起，所以你们唯一能够单独的面对面，或者是单独碰到彼此的时候，通常呢都会是在所谓室内的这个状况之下。所以在你们坠入爱河的时候，通常会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通常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慢慢感觉到有一种很莫名的那种暖流来到你们心里面，你会开始对对方好像有一种好感。只是当你对对方有好感的时候，其实你会不太敢去相信说这个是不是爱情，或者说你是不是真的有对他好感，只是把它当成所谓的应该是好朋友吧，或是应该只是那种暧昧的感觉吧，你只是会有这种的认知，但殊不知就是真爱已经来到你们身边了，就是你们在那个当下呢，你们的心是已经坠入爱河了。那再来就是更多的讯息，就是说，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认识的时候，你在遇到他之前，你应该会经历了一段让你觉得非常痛心，或者说让你觉得非常痛苦的事情。那这事情的当下会是你已经可能有些人是过去了，或者有些人是可能刚经历了不久，可能是你终于知道你原本非常在意的对象，他可能跟别人交往了，或者说跟别人结婚了，或者是对方可能真的不理你了，那你就觉得很难过。那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在家里可能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你们可能遇到了像是法律啊，或应该是说可能被告吧，或者是可能在法律上面有碰到什么样的状况，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有车祸，你们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再来就是有的人的话呢，可能会被身边的朋友给背叛，或者是说可能被身边的人给利用，在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心中是非常的难过，就是会让你感觉到很难过的原因，是因为跟你原本所认知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导致于说让你会比较难去抚平你这样心中的这个伤痛。那这事情遇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顺利的解决。如果说是比较偏向外在的因素，那如果是内在，只是单纯可能对方跟别人在一起，或者说可能跟别人结婚，或者是对方真的不搭理你的时候，其实这反而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去帮助你们，因为那个人他会来去安抚你们，或者说会给你们一些更好的建议，反而会
加速你们遇到那一个人。所以到时候你们心中的感觉，或者说那种你们心中的指引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们遇到受伤，然后开始想要去疗愈的时候，就表示那个人要终于来到你们的身边了。因为在那时候你们心中的那种直觉就会慢慢的巩固，或者说会越来越加重你们在心中可能对于说爱情这方面的一个想法。可能在当下你应该不想要谈恋爱，甚至你会觉得恋爱是一种不需要存在的东西，可是偏偏不宜呢，就那时候你就遇到这样的一个人，那反而会能够让你更加感觉到说好像有那种一见如故，或者说你会莫名的想要去跟对方多相处，或者说跟对方多聊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你们可能是在类似像团体的活动啊，或者是学校补习班，还有一些的所谓活动类型的，或者是可能会让你们受伤的地方的话，那这时候呢，当你们可能受到一点伤害，那你们就会遇到一个还蛮照顾你们的人。那个还蛮照顾人，就是你本来跟他是没有什么太多互动，或是说对方是非常热心的人，他来去帮助你们去做包扎的时候，通常那个人就是你们现在准备要遇到的那个所谓的真爱。就是说这种都是一种他比较热心，或者他想去照顾人，或者是他会比较想要去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在那时候感受到有一股暖流，或者说你会觉得对，好像就是这个人的这种感受，但是你当下还是会有点怀疑你们自己的这种感觉。所以到时候不管是任何的情况，反正就是你们只要知道说，当你们的感觉好像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的时候，无论你是不是相信爱情，就是要相信你的直觉跟你的感觉或许就是这个人了。所以呢，这边讯息要告诉你们说，其实如果说以星座来看的话，有可能这个人在他的太阳、金星、月亮、上升很有可能会是在水瓶座，甚至有可能是在风象星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在数字部分的话呢，就你们是跟这个真爱的数字相关的话，应该会是2个1或者是11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当这个人来到你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会跟你们原本所认知的是会完全不同的，甚至他这个人的话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难以去理解，或者是说比较难以去了解到，因为这个人本身的个性跟性格会跟你原本所认知的人，或者说认识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其实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才会有这种莫名吸引的感觉，因为对方好像仿佛就是能够跟你有就是把你个性上的缺陷，或者说你可能个性上的缺点，它是能够补足的。所以意外就是反而会让你们俩之间有那种正负相加的那种的感觉，就是说两之间会更加的靠近，因为彼此双方都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人。所以或许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2个1呢，在数字里面的话，就算是一个新的刚开始。所以说洋洋会很期待，我们一起来期待说你们之后会碰到一个你们的真爱，是真正属于你们的人。以上就是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恋人牌组的朋友，那么在讯息之中的话，可以知道说目前的你们，其实在面对说爱情的话，你们会希望每一段感情或者是自己所喜欢的自己可以能够交往对象的话，你们会希望说双方之间都可以认识的比较久一点，或者是可以透过日常生活里面两之间的互相的互动，或者是相处，或者说多了解到对方的工作，或者是他的三观。其实最好就是透过日常那种更长久时间去相处，然后去了解到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又或者是去多了解一下对方的背景，或是说多了解到对方在面对说日常生活里面他所处理的这些的态度，你们会比较看重这一些，然后再决定说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去投入一段关系里面。所以因此对于现在你们来说，反而在面对爱情的话，你们并没有说一定要非谁不可，虽然你们心中好像其实也是在等待着一个真正适合你们的对象，或者是说是不是可以遇到一个不会这样
再让你感觉到很伤心疲惫，或者是说在你也不用让人去猜测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人。因为其实在你过往的感情史之中，虽然你好像都对每一段感情非常的认真，或者是你对每一段感情都付出你自己所拥有的，又或者是你一直很努力的去经营感情中里面那个氛围。因为在这段关系在选到这组的人之中的话，你们其实非常在乎关系里面所带给你的感觉，以及带给对方的感受。也就是说，你会非常在意两之间在相处的那个当下，两之间的氛围是不是快乐的。如果说两之间是不快乐的，或者是两之间相处的那种当下见面的时候是比较有冲突的状况，你会尽可能去避免。因为其实在你内心里面，你不喜欢关系上是有冲突，甚至你会希望说关系里面是两之间都可以非常的友好，或是两之间是可以非常的靠近的。但是难免在你的过往的世界之中，感情的世界里面的话，很容易碰到对方可能会是一直去踩到你的底线，或者说他会一直惹怒你，或者是说他可能会做出很多背叛的事情，导致于说让你可能在面对感情就是会越来越难去相信。那你也开始渐渐的没有办法再那么轻易的去踏入一段关系。在过往的你们其实都很愿意去相信别人对你们的好，甚至你们也很享受那种暧昧的氛围。就是说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你们本来是很难以去交出所谓的承诺，只是当对方或者是当你是比较没有其他的追求者，然后对方呢他本身也是很想要谈感情，然后对你也很好的时候，那你就会想说试试看。不过当你试试看的时候，你并没有把话说死，只是觉得好像这种的感觉是在暧昧跟交往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的状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感。所以你跟对方的话也不能算说是真的是有所谓那种关系上的约束力。那再就是目前的你们的话，面对爱情你们也会非常害怕受到伤害。其实你们非常害怕受伤害，就是你们虽然好像目前呢在表层的感受，面对爱情的想法是我都能够接受，或者是我说我都能够去试试看，能够多去了解，甚至也不怕被别人给伤害你们。但是事实上如果说遇到还不错的人，或者是说当遇到条件还不错的对象，外表啊条件还有他的脸蛋你们会觉得还不错，或者是说相处的过程中也会让你们觉得是比较轻松的话，那跟对方你就会开始逐渐有那种所谓美好的想象，或者是说有慢慢的去策划接下来是不是要给对方多一点关系的机会，还是说要多试着了解对方，或者多花点时间在对方身上。可是当对方冷淡，或者说当对方好像开始有点跟你保持距离的时候，你其实心里会觉得非常的难过，会有那种莫名的荡下来，可你很快又会恢复了。所以表示在面对感情的话，你目前其实算是有一种就是慢慢看，然后就是找到适合你的人，或者说真的符合到的话，那么你们还是会想说要尝试，因为会认为说爱情是你的生活之中未必是那种能够控制你的人，控制你的情感。爱情对你们来说是需要的，但却不是必要的。所以在面对爱情的时候，你未必呢是一定要特定某一个人，但是你们是非常在乎跟重视两人之间相处的那个过程是不是平等的，是不是公平的，或者是对方是不是能够真的讨好你，是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是能够照顾得到你，当你生活中是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及时的为你们伸出援手。那在面对感情的话，你们也会愿意多尝试去认识不同的对象，所以你们并不是随便，你们只是会把每个关系都看得很重要，然后都会希望说可能可以透过交朋友的方式去多了解到对方，就是慢慢的去发展。好，那这边的话其实也可以知道说，在你遇到一个真爱的话，对方通常会是能够让你感受到他是值得那种有点成熟稳重，但有没有值得依赖的话也是比较不确定。不过这段关系通常会是慢慢的那种发展，不会马上。然后这个人的话通常也会是在你身边是已经本来就认识的人，如果说不是本来就认识的话，就会有可能是在你工作上的同事，或者说跟金钱有关的这个人的对象，例如说像是银行行员，或者像是保险员，又或者就是跟钱有关的，例如说还有像合作的对象，也会很有大的几率，就是他会是你这个真爱。那会是在你看到这支影片
之前所认识的，所以你可以去翻翻你可能收到一些可能厂商的名片，或者说厂商的这个 LINE 的联系方式，其中有可能就会是你所谓真爱的这个对象。那开始你跟正相处的时候，你并不会有一个太大的感觉，反而会是有一种好像对方是值得可以合作的人，或者说会不自觉把你们俩之间绑在一起。这个绑在一起都会是你们俩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说共同的想法，或者说一起要去完成的某一件事情，只是因为你跟人之间相处会有一种起起伏伏的感觉。一开始好像会两之间很常聚在一起，或者是两个人还蛮常会有一些的事情要一起去完成，然后做完之后达成之后又开始比较没有再联络跟联系了，然后过一阵之后又开始一起去做某些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人通常会是在你生命之中出现一下子又一下消失，一下出现又一下消失，会让你觉得好像不觉得说，对方就是一个你的真爱。可是这个人其实他就真的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了。其实这也是宇宙去让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慢慢的巩固。因为你这个人或许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当对方完全暴露在你的面前，他的性格、他的想法，或者是说你非常了解他的时候，你就开始会对他慢慢的失去了信心，应该说失去了所谓的新鲜感，或者说失去了所谓的耐心，反而会对于说那个人就慢慢的没有感觉了。所以宇宙会发现到说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在面对感情的话，已经熟悉的东西，你就不会特别的想要去投入，或者说你也不太会去喜欢上那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会让你遇到真爱的时候会那种偶尔见面，偶尔又没有见面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但实际上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不会完全断掉，反而会一直往前迈进，或者甚至当两人之间是处于在一个比较低潮、比较没有联系的时候，还是会偶尔有一些的暗赞啊，或者说稍微小聊个一两句，或者说还是会知道对方的这个动态的内容。所以呢，两人之间相处的这个过程之中，会那种缓慢到让你完全看不出来，甚至两人之间的关系的深浅会让你觉得就是非常的浅，就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就是眼前的这个人。那同时这个人的话也会让你感觉到会有一点应该也没有一点，但是还蛮难聊的，就是他的个性上会让你完全猜不透他是什么样的性格的人，甚至他内在的个性，或者说他跟朋友相处的方式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这个人是有欺骗你，或者是说他会有戴面具，而只是因为他在面对说自己比较不熟的人，或者说比较没办法相信的人的话，他容易会把他的自尊心，或者是不想被别人给靠近，或者说不想要被别人给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性格跟个性会完全的表露出来，甚至在面对说人际关系之中是会非常的需要长期相处，或者说长期陪伴，或者说长期认识的人，他才慢慢的表现出来。那这个人的话，他有时候个性上面可能会有一点想法上面啦，他会比较不知变通，或者说可能会有一点固执这样的一个情况。然而这个人他也会非常重视在乎金钱，还有工作上的表现，以及他的生活是不是比较稳定。他自己这个人面对说生活比较没有办法有太多的变动，他反而会一直都固定在他所谓的同温层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出现。所以这个人的话，他会比较偏向于说像是土象星座的个性，但是未必呢是在土象星座的这样的人。所以不妨呢，你们可以稍微思考是看看说你跟这人之间相处，会觉得他很固执，或者是很在乎钱，很在乎他的业绩，很在乎他的工作，很在乎他生活中的品质，或是觉得这个人可能非常的难聊天的这样的一个资讯的讯息。好，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哦。可以知道说，在你遇到真爱的时候，通常在你们坠入爱河的那个当下的那个场景，或者是那个场地的地点的话，通常有可能会是在园艺就是所谓那种花花草草的地方，然后再还有可能会是在动物园，那还有就是在所谓冲突的现场。
所谓冲突的现场，就例如说像是车祸的那个当下的那个现场，就是可能对方来帮助你啊，或者说可能对方来看到你，或是说刚好就是那个撞到你的人，或是你撞到的那一个人，这个也会有可能的。然后再有的人的话，可能会在五金行，或者是说可能有卖金属物品的东西的附近。那还有就是可能你们去的那个附近的话，会有刚刚有提到，就是像动物园部分的话，那通常会是在所谓有鸟类园区的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还有一部分的话，可能是在学习某一些的事情，或者说某一些比较像是那种接近尘土，或者是说比较乡下、穷乡僻壤的那些的地方，也会容易就是说你们也会在那地方可能会坠入爱河，感受到爱的存在。甚至当你们跟别人在抱怨事情的时候，那个人就在你们可能在聊天的，比如说邻桌，或者是说在你们同一桌，然后是在一个团体里面的同一桌的某一个人，也会是这样子会让你感受到，因为可能对方就是默默没讲话，或者说他就陪着你一起骂，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你觉得，对方好像也是一个值得聊，或是说跟以往相处上面是一个不一样的个性上的一个人，会去吸引到你们的注意力。那还有就是有的人可能也会在银行，或者是说对方是银行行员，你们可能会一起约在某个地方，可能要去做关于钱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会在那时候会对他特别有好感，会坠入到爱河里面。那再还有就是可能会在银行或者是保险的公司的话，你们在签保单，或者说在签什么样的一个单据的时候，你们开始会觉得，对方可能是一个对于说钱的概念很好啊，或者说其他是对于金钱的部分是很有让人可以去信赖的、依赖的感觉的人，就是他对钱因为可能非常的在乎，所以呢，你们在对于说谈到钱的这个部分，他能够展现出他的专业、他的想法。那还有就是交友软体或者是社群软体上也会很容易碰到对方。那甚至有的人会是在海外，就是并不是在你们原本所熟悉的城市，或者说是在别的县市，或者说在别的区域，就是跟你们所原本熟悉的环境是比较不一样的，是超出你们原本所熟悉的环境之中，或者说那个县市，或者说那个国家的以外的地方，你们可能会遇到对方，然后就会突然对对方会有那种很大的感觉。那有一小部分人就是会跟你们原本所做的事情不一样，可是要做的事情不一样，就是你们可能原本呢会一直在固定某个时间点，或者说你们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去饮料店买一杯的珍奶，类似像这样，就是你们固定的时间或者说固定的习惯会做什么事情，但突然在某一天，你们会想要去做某一件事情，或者说突然想说，我今天不喝珍奶了，我今天应该说我今天不要在 COCO 买珍奶，那我现在要改成去贡茶买红茶，那这样的话，就突然会在那时候会碰到对方，或者说可能会碰到跟那件事情有关的人，那这时候你们就会可能遇到他这样的一个情况跟这样的一个讯息。那再就是当你们遇到他的时候，或者说当你们这段感情在发生，那种爱情是慢慢萌芽的时候，其实这个感情是坠入还蛮快的，或者是说这份感觉会让你们俩之间一起同时有那种触电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张恋人牌，所以你们就可以很放心，就是其实这个人的话，他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他反而会侃侃而谈，或者说他其实会非常能够照顾得到对方的心情。所以通常来说，当你们遇到这个真爱的时候，对方他会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人，反正在当朋友啊，或者说可能是比较不认识，他就会默默的啊，或者是可能就没有很想跟你太多互动。所以当对方对你有感觉，或者说你对对方有感觉的时候，就表示这个真爱已经来到了。那对方他也会想要很主动去吸引你的注意力，或者说想要去关心你。那时候通常会是你在生活中有碰到很大的压力，或者说面对生活的时候，会有一些你可能比较难以去解决的事情，或者是很难以去独自一个人去面对。那个人他就会站在你的身边，或者说他是能够给予你很多一些还不错的建议，或者是说会给你还不错的一些的想法，会让你会同仇气概。我不知道是成语是不是这样说，那就是对方会非常照顾你们，他也会站在你们的立场跟你们一起生气，或者说会给予你们很多，如果是以他角色来看，他会以什么样的角度然后来
跟你们分享是说事情的分析上面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让你们能够顺利的去解决你们所碰到的一些的困难跟一些的难关。那这时候你们其实会觉得，对方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啊，或者是说表现出来的样子，跟你们原本所认知的是一个还蛮大不同的。所以因此呢，这个人当他在面对说自己所爱的人、所喜欢的人的时候，他就会展现出跟以往完全不一样，会想要去想办法吸引到你的注意力。那其实在那个当下，你可能会觉得他有点烦，或者是会认为这个人怎么有点不知好歹，怎么一直想要去缠着你这样子，然后会跟你原本所认知的不一样，所以你反而会对这人逐渐产生出一种好奇心。可是又会因为在你的那种的当下的情况，或者说那种当时候的生活，你其实因为面对说生活所必须要所去解决的事情，你已经觉得一头两个大，或者说你已经有点不知所措，已经不知道说自己应该要怎么办才好的时候，那因为对方出现，有点算是慢慢的解脱了你在内心之中这个很大的压力，或者是在面对说生活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你就会对对方产生有那种莫名的依赖的感觉，或者说会觉得彼此双方之间，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站在同一条船上，或者说同一个阵线上的这个伙伴。那当两人之间慢慢的拉近距离的时候，其实你会就是说你在面对感情，你本来也会是属于那种都能够试试看的，所以你们两个就会一拍即合，或者说就像是天雷勾动地火一样，这段感情呢就会靠近的非常的快。其实这段关系的发生的这个过程之中，并不会非常的缓慢，反而是会很快速的一直不断的进展，或者说两人之间会因为有一些的事件的发生，反而会去促进你们两个人之间在对于双方之间那种感觉的话，会有那种更加靠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再就是当你们俩之间那种这份感觉越来越靠近，或者是说，也会容易有很多身边的朋友来去推进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去帮助你们。所以当这份感情在慢慢的成立，或者说两人之间的心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人默默的会去帮助你们，甚至对方可能应该说其他的人也会认为你们俩之间应该是真的还蛮适合的，是很能够交往在一起试试看的这样的状况。所以也可以说这段关系也算是有很多的媒人想要去帮助你们。那有一部分的话，或许你们会在所谓户外的活动一起去做某一些的事情，或者去做某一些的竞赛的活动。那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之中，户外的那种相处之下，或者说共同一起去完成，达到一个所谓的合作的过程里面，会逐渐产生一种所谓还蛮好感的，或者是说还蛮有那种不错的感觉，就两之间那种当下的那个氛围会慢慢的渗透到你们的内心里面，会把你们内心之中那种比较不愿意去谈感情，或者说在面对感情会不想要愿意去接受的这种心情慢慢的融化。那同时当你们在渐渐喜欢上对方的时候，其实你们心里面会有点不想去相信，你会觉得怎么会喜欢上这种人，你反而会对他有抱持一种想要去保持距离，或者是说不太想要去靠近，不太愿意去相信他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你们可能还可以再稍微留意一下。所以对方他也算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慢慢的让你卸下心防，想办法让你去相信他是值得是让你去爱他的，怎么有点像是偶像剧的剧情。然后再就是这个人的话，有可能是属于在牡羊座或是火象星座，他的太阳、金星、月亮上升，通常有可能会是在牡羊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可以知道说，当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或者说这个人真爱来到你们身边的时候，其实你们会非常需要很多的耐心去看待你们生活，是说去看待身边的每一个人。那其实这样的话，会能够让你们真正的感受到，或者说真正的知道，其实真爱就一直都在你们身边，等着让你们去相遇。以上就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恶魔牌组的朋友，那么你们现在呢，在对于说感情的话，你们其实还是会很乐意跟也很希望可以赶快遇到一段新的恋情，或者是说适合的对象。不过你们目前对于感情的话，你们更加相信的是必须要透过长期相处认识的之后，那同时也是必须要两个之间非常有缘，你们才会愿意呢想要去投入这一段关系，或者是说才会想要去相信对方，或者说才去想要试试看。其实目前在对待身边的人，或者是在面对感情的话，你们是愿意去多认识新的人，但你们不会付出太多你们的真心，或者你们也不太愿意去付出太多你们的时间。当然在面对爱情的情况下的话，你们会更加的认为自己的能力，还有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时间，还有自己的健康，对你们来说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当你没有这些一切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去谈恋爱。当然你们在对说另外一半条件，或者说你们希望遇到的人的话，你们就不会这么想，但你们是对自己比较严格，会希望说自己是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之下，才有资格，才会愿意去谈一段恋爱，去谈一段感情。那首先就是在关于面对说情感的这个部分的话，你们其实现在还是会很愿意跟很乐意去认识新的人，或者是说和不同的人相处。但你们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你们是不会放下任何的感觉的，就是你们会有带一层自我的意识，或者是说在面对于这份情感的时候，这份缘分的时候，你们会希望说可以透过日常的生活更多的接触，或者说跟对方有一个更多的互动，甚至你们会更加希望知道对方究竟他是不是有肩膀的人。也就是说，你会希望这个人他不仅呢是能够跟你有所互动之外，他也是必须要有一点能力的。如果说他本身可能在对于自己的工作上的态度是不好，或者是说在对待身边的人是不友善，又或者是如果自己所可能喜欢上对象，或者说想要认识的人，他本身可能赚钱的也没有比你多，或者是他是本身比较爱花钱的话，你就不会想要跟他保持一点距离，就是你比较没有办法去接受这种对于自己是不负责任、不认真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感情的，所以你本身也会非常的排斥跟这样的人相处，也会想办法去有所避开。然后在你这个人本身现在呢，对待于爱情的话，你们会是比较相信你们自己的感觉跟想法，你们会认为说其实这个直觉算是还蛮敏锐的，所以你们也还蛮经常会去训练你们自己在对说直觉的这个准确度的部分。那还有就是你们本身的话，有部分的人其实会对说自己的信仰是非常的虔诚，所以呢，你们也会很热衷于说，在有人如果说是佛道教，就可能会很虔诚去做这方面的，比如说拜拜呀，或者说比较常会去走寺庙。你们不仅会祈求你们的工作顺利，你们本身会祈求你们的爱情，但是你们会是祈求的是真的能够遇到让你们适合的对象，并不会是想要去强求。所以你们这个人并不是为了想谈恋爱而恋爱，而是真的想遇到对的人才想去投入一段关系跟一段感情。那如果说你们像是其他信仰的话，就会很常对你们的主神，或者说你们的信仰的那种，比如说像上帝，就很常跟他们做祷告或者是祈祷，说能够赶快让你遇到一个真正适合你，或者是你真心他爱你，你也爱他的这样的一个人出现。那再就是你现在目前的话，会比较多把很多时间着重在于说你自己个人的生活的感觉跟感受上面，所以你会很常会去让自己去学习，或者是说可能会想要去学一些像灵学类的，或者是有人可能也会很常去买个书啊，走诚品，或者说走图书馆，所以你们会想要去多阅读一些关于心理学或者说恋爱方面的书，或者说去多理解人性之间的一些的个性，或者是人性之间在面对说爱情上面的考验等等之类的。就是说你们自己本身会非常目前的话会很在乎这些，你们会认为说自己可以多学一点，那或许在之后面对于关系或者说面对于感情的时候，你是能够赶快的把握住的好，或者说是能够投入在一个正确的人身上。
那所以你们自己本身在对待感情的话，你们会希望说是可以走得比较长久的。如果说只是一时的，或者说跟对方之间是不会有未来的话，你们其实也不会想要投入在这份感情，或者是说这份关系之中。你们在面对感情的话，虽然在外表让人感觉到你是一个很好接近、很好靠近，或者是说很好可以去诱引的人、诱惑的人，但其实你的真正的个性，真正在对待感情是比较不会的，你反而会非常注重是能够长期实际上面对面啊，或者是能够走得更长久，所以反而你的内在真正面对于爱情的想法跟做法，跟别人外在所对于你的一些的评价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所以你这本身目前在对爱情的部分的话，也是属于那种宁缺毋滥，但是很乐意跟愿意去认识更加许多不同类型的人。你就是说你们会愿意去尝试多去了解到跟你们之前比如说不一样类型的对象啊，或者是说不同个性的人，或者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很愿意去了解去认识。可是真的要投入一段感情，你们是真的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说，你们面对于自己的真爱的话，其实这个人比较特别，有人会认说大概会有几个个性。第一个可能是你们曾经有交往过，但是已经分手或者是已经断联的人，就是交往过的，已经曾经有交往过的那一个人，就现在可能已经没有再什么联系，或者说比较没有关系的，他可能会是你的真爱。然后再来，有的人或许是曾经有单恋过，或是有跟对方告白，喜欢过对方，有对对方非常的好，但是对方可能对你当时的感觉并没有到想跟你在一起，或者说对方可能根本就不晓得你喜欢他，如果说你们俩之间的相处就会这样子默默就断掉了，就没有所谓太长时间的接触跟相处的那个人，然后后面你们就慢慢的就比较没有联系，这样也没在一起的，这样的这个人也会是你的真爱。然后还有再就是另外可能就是你们真的会遇到一个新的人，就是大概会有这3个的可能性，就是你们的真爱。那再来看到说更多的讯息，也就是说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刚开始你们有接触，或者是说跟对方有互动的时候，真的会比较困难可以相处。那首先就是如果说是交往中的人，或者是说曾经单恋的喜欢过对方但没有在一起的人的话，那么就你们之前的相处的过程中，其实还蛮常容易会因为一些生活中，比如说是金钱啊，或者是要不要一起出门呢，还是说两人之间的习惯，两人之间的兴趣，又或者是两人之间在对于说许多事情的做法跟看法，是两件事情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就很容易会有一些的冲突。然后再来就是两个人之间很生活之中的习惯，或者说可能在跟家人之间相处，跟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动，也会成为你们俩之间的引爆点。所以其实在你们之间的关系中，虽然你们曾经过去是很在乎对方，或者说很希望可以为这段关系做怎么样的努力，也曾经尝试着用忍让的方式去维护好这段关系，但是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反而会发现到说，两人之间的挫折，或者说两人之间在对说关系上的冲突，怎么反而越来越多，然后逼得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分离跟分开，因为你其实久了心也是还蛮累的，那对方他其实也没有好好的去了解到你们，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也是觉得心中是真的蛮遗憾，就是说为什么对方是没办法跟你一样站在相同的角度。可是如果说两人之间当朋友，或者两人之间关系比较没有那么密切，或者说你可能心中比较没有那么爱他的时候，你们反而关系会更好，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相处上面反而会更和谐。所以呢，如果说因为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前面讲到的这个解析，我是特别针对说已经曾经有过认识的人为主嘛。那如果说你们是新的对象，其实在你们刚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也会经历过前面他们的这一段，所以前面那一段也并不是代表说跟你们无关，而是说你们会跟他们经历过相同的事情。其实当这个经历之后，会再经过一段时间是两人之间没有联系，或者说两人之间是慢慢的分离了之后，那你们才会开始渐渐的有一种爱的感觉，那样才会慢慢的在你们生命中会有萌芽。只是这个种子它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播种，
或者说比较花多的时间去慢慢的生长，所以这段关系或者说你跟这个人之间的话，势必一定会中间经过一段比较不好的感受。那在最不好的感受之后呢，两个人之间又会再一次的恢复联系，然后会有再一次还不错的互动，但还不错互动也不会到非常的亲密，也不会到说完全的去踏入到对方的生活，而是关系相处上面至少会跟以往相比的话是来得更加的靠近的。但也因为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个经验，或者说那样的一个经历之后，两人之间再一次的恢复联系，再一次的重新相处，反而会知道说该如何跟对方互动，或者是知道对方的雷点，这样子的话反而是有默默的在增进你们这段关系的发展，或者说是有增加这段关系一个推动的这样的机会。其实这个以状况来看的话，算是对我们来说蛮不错的，只是在前面势必是一定会经历过一段让你们觉得心很累，或者是说比较无法去相信，或者是会让你们比较有点怨天尤人的这个过程。但只要这个过程过了，重新再次相遇了之后，就是你们真爱即将要来临降临的这一刻。接下来我们看到说，在你们这一段真爱的话，你们遇到彼此，就是说你们坠入爱河的那个当下，演员会认为在透过宇宙讯息之中，你们会在借书的地方、买书的地方、展览的地方、迪士尼乐园，还有环球影城，然后还有动物园以及酒吧，还有银行、健身房，还有图书馆、园艺、农场，还有露营以及户外活动，还有客运上、公家机关的场所，还有在谈会议的地方。谈会议的地方的话，洋洋是指 Google Meet， 就是那种所谓视讯会议里面的，还有学校、补习班以及教育的场所，或者是说一些需要额外付费的课程的场所，饭店外面的广场，以及你们需要缴交资料，或者是说必须要将东西交给你朋友的一些的场合的，就是说以上这些地方的话是比较容易呢，你们会在那样的场合之下会坠入海河，也是在你跟他一起相处在那个过程，或者是说那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那个时刻的时候，会容易让你们坠入海河。那接下来看一下在事件的部分的话，为什么会让你们会特别容易对他有坠入海河的情况，就是因为你们俩之间相处反而呢，会让你感觉到这个人他蛮意外，是可以让人好像可以信任，或者是说在两之间相处的那个过程之中，会有那种莫名的熟悉的感觉。那是熟悉的感觉的话，一开始你其实也并不会把它太过于在意，或者是太过于在乎，只是你会不自觉跟他会有那种很亲近，或者是说比较套近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再来就是说，两之间相处的过程之中，在那个应该说在坠入爱河的那个当下，其实两人心里面还是会有那种渴望爱情，或者是说对于自己目前的感情生活的状况是比较不满意的。只是在你们外表还是会让人感觉到，其实你们不需要彼此，甚至好像其实已经有另外一半，或者说可能已经有喜欢的人，或者是说是感情，自己的生活之中是已经不需要感情的。但其实在你们内心里面呢，是依然还是很渴望可以遇到一个真正对的人。那在那个时候的你们就不会在意，或者说也不会特别去说不要跟前任在一起，或者说不要去跟那些曾经拒绝的你们在一起。你们只会认为把身边的所有的人都当成是一个值得去深交的一个朋友，或者说是值得可以认识的人，或者是说就算多一个缘分也是没有差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也可以知道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能够让你们坠入爱河的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关系上面的堆积跟关系上面的堆叠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才会在让你们前面的这段关系的话，一定会经历过一个暗黑的时期。但只要经过这暗黑时期之后，两人之间反而在一个比较
所谓感情中那个低潮，或者是说在面对自己的感情的生活中是没有到那么顺遂的时候，反而是能够更加去靠近彼此之间在对于爱情之中的这个想法，然后两人之间或许是因为透过这一次的分开之后，反而对于如何去经营一段关系、经营一段感情，会有一个更多的想法，或者是说，反而是能够更加知道自己应该要如何去经营一段关系，是更加的有耐心，或者是更加的有技巧，会反而在遇到下一段感情的时候，你们会更加想要去把握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中。那再来就是两之间的话，其实会有其中有一方是真的没有办法忘记掉另外一个人，但是洋洋会认为更加的是两个人之间其实都没有办法忘记掉彼此，所以才会让这段关系是有一个可以接触的机会。其实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话，在面对说这段感情，有一个很大的机会，有可能是你们会透过吵架，或者是说会有一些争执的方式，反而会把心中对于彼此之间的这一段关系的在乎，反而会讲出来。那曾经这段关系里面的疙瘩，或者是说比较没办法解开的这些争执的点的部分的话，反而会在这样的一个争吵的过程之中，会把它释放出来，会让用吵架的方式去了解到彼此之间真正的想法是什么。那刚开始两人之间终于恢复联系啊，或者两人之间终于见面的时候，那个感情的酝酿的时候，其实双方之间就是除了不需要彼此之外，也会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好，并且会把自己的生活的起居照顾得很好。可是当两人之间碰面的时候，反而开始会有点忘不掉对方，或者说那种心中曾经在对于这段关系、这段感情，你们所没办法放下的那样的一个想法跟那种感受的话，你们有时候会蛮常在晚上的时候，或者是暗夜之中会想起来，然后会让你们觉得很难受。所以那阵子的话，你们可能就会容易会有一些失眠的情况。那当这种感觉慢慢去酝酿、去产生的时候，你们就会不自觉的开始慢慢的去爱上对方。所以事实上，你们的这个坠入爱河的话，通常不会是一瞬间，而是所谓慢慢的堆积，慢慢的去感受到你们是越来越在乎这个人。那在乎这个人的大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说，你们是没办法去忘记掉对方。那其实对方也会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分离的过程之中，他也发现到其实他对于你是也蛮有感觉，甚至他会就是他会不自觉的想要去照顾到你们的心情。所以呢，你们在面对于他的时候，其实反而确实也很需要，也是正因为你们的个性是看起来不需要他人，你们是非常在乎自己的所谓的价值跟自己的能力，所以呢，你们也会不希望说被他给看清，也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个性，他反而会去更加的好奇你们是不是还在乎他，或者是才会去更加的去勾起说他想要去疼惜你们。只是他有时候在面对爱情的话，他真的不会，就是说他容易不会把自己内心中真正想法说出来，所以当他在面对你的时候，他反而会有点故意装作坚强，或者说故意装作不在乎你的样子。但事实上他在面对说你们这段感情的话，你们其实还是会就是你们在面对说这段感情，你们其实还是很在乎他，他其实也很在乎你们，只是他都把它放在心里面。那甚至有一个讯息就是说，当对方回到你们身边，或者说在你们身边出现的时候，他也有可能是已经有另外一半的，这个几率也是还蛮高的。只是他跟他另外一半的几率有相处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两人之间感情是没有到那么的和睦，反正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还蛮常争吵，或者说还蛮常吵架。其实也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个旧的已经本来在一起的那个对象，其实他是你的影子，或者是说会跟你的这个状态，或者说你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个性，或者你的外表，或者你的穿着、你的打扮，会跟你还蛮像的。所以呢，他在遇到你的时候，当然那个替代品当然就会越来越没办法符合到他的胃口，或者是说因为他只是个情感中的替代品，所以呢他反而会一直
去冷落他，没办法把他的真心交给他，所以他在遇到你之后，他反而会觉得重温旧梦，或者是说旧爱复燃，就是他会有这种梦，就有感觉慢慢的在萌芽，在萌生。那但其实在对你来说，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警讯，或者是一个还蛮不错的讯息。那你们俩之间在碰到面的时候，其实相处的那个时间点也不会有太实际上面对面的时间会比较短，大部分来说有可能都会属于在远距离的状况居多，甚至有人可能会透过通讯软体的方式去聊天，去联系你们这段关系，你们这段感情。那这样的话，你们的心中感觉就会慢慢的堆积跟累积。那少部分的话，也会认为说你们可能会透过社群软体的方式，可能会互传私密照，所以你们还是要留意一下，保护好你们自己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人的话，有可能呢，他的太阳、金星、月亮上升有很大几率呢，会是属于在金牛座的部分。那再就是这个人的数字的话，本身和2有关，所以和这人之间相关，比如说像是生日啊、电话号码，或者是身份证字号，或者是说当你比较经常看到2的数字的时候，2这个数字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人他快要来到你们身边，或者说你们的这份真爱是已经慢慢开始在发酵，正在酝酿了。或许这个过程之中是让你们难以去相信，或者说让你们觉得不可能，可是这个宇宙它就是会让你们创造一个新的局面，会让你们感受到其实爱它会有一种会用更多不同的方式去呈现，让你们能够去拥有爱。因为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值得拥有一份属于自己专属的爱。以上就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如果对你们帮助，或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帮洋洋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